来自亚拉桑，阿里嘎多，真棒！来，哎，累，nice，阿里嘎多啊，哎，大家伙早喽！8月13号星期三早晨5点半，又是周三一起合练的日子。我看到了那位全程马拉松2小时32的那位先生，他今天也来了。但是今天我不知道，今天是第5个训练日，前4天练的有点猛，但是其实练多了，恢复能力也会跟着上升。你看昨天我轻松跑了一个10公里，今天我觉得一下子就好起来了。试试看，但是核心原则是不能受伤。今天是13号，还有17天就是悉尼马拉松的日子了。17天的话，如果现在受伤，可能能好，但是肯定会有影响。今天还是带了电解质粉，今天带的是没有糖的，因为今天的课表是6公里的阈值。还有小伙伴们说听我念4声不习惯了，对，我发现我一直念的不对，所以就得纠正一下。包括之前说连续，是不是？今天有2位观众就说偶遇，没有约死时间。我说我们差不多5点45集合，6点热完身起跑6公里，我应该25分钟之内能跑完，然后之后再集合再合影。我跟2位说是我等到对方6点45。你们看，就是这位先生2小时32。前2天一直风特大，然后时不时的下一阵雨。今天好像是不怎么刮风了，但是巨闷热。我这3公里到这儿，你们看，平均配速5分04的3公里到这儿就这样了。小伙伴们看，我们最近的热身增加了步骤，非常专业的田工先生在帮我们弄这种标记，然后做小跨步。80センチぐらいなんで狭いんですけど、このままジャンプして、でこう越えてもらって、そのままホームまで手で持ってください。しっかりお願いします。なるべく体をまっすぐに保って。はい、ジャンプ。しっかり飛べよ。両足一緒に飛べよ。かかとを下に落とせるような、かかとを下に近づけるようなイメージで、そのままで、そのままぐらいで上に越えようとしなくてもいいので、はい、しっかり止めれ。僕も走ってるで、足次痛めてる方は無理しないでください。電源でそのままで、これしんどいわ。で、はい、これもなるべく高く飛ぶイメージではなくて前に行く感じで、高く飛ばなくていいので、はい、高く飛ばなくていい。前にボンボン外してもらってから走ってください。はい、どっちの足でやったか覚えてや。はい、逆やで。逆でどっちの足でやったか覚えてや。はい。前にって感じで。で、100で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3秒間。1、2、3で早く出して。7割ぐらいでいいので。そう、上げろ。はい。上げろ。手上げすぎないと一緒で、この後手足変えようと思う。はい。体力を使い切らないようにしてください。足が前に進んじゃう。はい、それで向こう戻りましょう。自転車来てるから気をつけてよ。はい、タミヤ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还行，开始。今天两位高手。好吧，那走。平田先生的表可能摁错了。
啊，今天体感不太行，有点累。好像带的太快了。来一起吗？1公里3分29，整整是我的 LTR。啊，不对，我现在 LTR 是3分27。哎，一会儿见。太闷热了。nice， 来到。来到。第2公里3分30。哎，加油加油！3分29。我去，有点极限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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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3分31。这先生放了，太极限了。nice。的，田宫先生今天好像是要测5公里的，停下了。来，做哪里啊？没看5公里多少。哎。嘿，
他们30多1公里，哎呀，不行了，太闷热了，太闷热了。第一，我6公里最好成绩慢1分多钟。我觉得不是疲劳的问题，是湿度的问题。太自然，太自然，太自然啊！再次亚达桑阿里嘎多。我们结束了，一直在这儿。好。右前方这位先生上次跟大家分享，上周突然摔倒，好像是有眩晕的那种，所以不敢跑多。真棒，来，哎，累，多少？340， 340，圆满完成计划。是，哎，本来在犹豫，昨天山里35公里这个上，今天湿度太大了。啊，今天闷。而且跑起来那种，啊，累。来，到鼻子到。今天2位大神都选择半截停。来，自然红大嫂，今天手表应该算已尽全力，感受如何？是很累，哈啊，nice， ありがとう，ありがとう。看到大丈夫ですか？ちょっとめまいが、はい。目がぐるぐると。再次。230。332。332。はい。32，可以。来歇一会儿。歇一会儿。站情報がないから。我不会说日文的湿度高怎么说，还有就是大家屏幕上看到的温度是来自于手表实时测的气温，不是室温，抱歉。有小伙伴说手表会受手腕的温度影响，肯定会的，但是不会那么大，因为温度本身应该是辐射，它基本都是距离平方比，所以稍微离开一点就你看你试表体温试表，你稍微加轻一点试的就完全不对。你看30度、31度也有，对不对？传统体温计水银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不用太担心，现在气温太高了，所以这测出来31度、32度或者30度是准确的。湿度是天气预报的，它不能实时测湿度。如果能实时测湿度就好了。如果能实时测湿度，我特别希望知道现在湿度是多少。那个扣就是那个第2代的那个叫什么核心温度传感器，我试着给他们发过邮件，想了解，但是没有回我。回头不行我看看，因为这边还买不着呢。日本的经销商他写的是8月再入货。回头我问问。然后跨国买的话，邮寄寄过来，估计秋天了，我悉尼回来了。行，一会儿咱们再聊，见见观众，加油加油！哎，小伙伴们，抓紧看看数据，6.04公里，21分21秒5，平均配速3分32，平均心率178，最大心率186，消耗335千卡，有氧效果3.7，无氧效果0.6，步频208，触地时间174。触地平衡，你看今天的触地平衡是51.8和48.2，在高速的时候跑这个弧线，尤其是180度转弯的时候，就有可能会这样。步速损失百分比2.4%，就是步速损失这百分比什么时候最低呢？我的感受就是跑节奏跑的时候，就是那天13公里那种时候其实是最低的，再快再慢都会高一些，这个正常，因为你更多就是用在那个步幅上，你肯定会有更多的东西损失。它这百分比也不是斜率，也不是1，步幅1.36米，垂直振幅7.9厘米，垂直振幅比5.6%，可以累计爬升6米。今天跑到第4公里的那个感觉，觉得跑不下去了，就很少会有这种感觉。就是马拉松选手这种感觉其实更少，因为在全程马拉松中，其实这种感觉不常见。半程马拉松呢，到最后因为你有终点等着你，是会有那个感觉，但是没有这么强烈。今天我一度在不到5公里的时候，那位先生也是2小时30，好像2小时34，他下来了，就是放了，我想放，我那折返之前想放，后来折返的时候跟田宫先生打了个招呼，我觉得特别有力量，然后之后就接着干。然后我半路就猜，我估计田宫先生可能是要跑5公里，不然他5公里停下了。那时候其实我也有
想法。但是我想，我5公里没有全力啊，我也没有人家跑那个速，他全力以赴了，他停下来，我没有全力以赴，那我就继续吧，继续把这6公里顶完。有时候就是最后这1公里，其实是很多时候是奠定信心的1公里。行吧，我们去见观众，一会儿咱们再聊。小伙伴们看这位先生，一共现在跑了多少12.5。12.5，我看就是差不多慢跑，匀速跑。没有，我今天来了以后看到你之后，稍微加速了。先起跑了，跑了6公里阈值。哦，什么配速 ？PB 了应该。今天6公里跑到435了。那小伙伴们鼓掌！哎呦，谢谢。PB 了，跑6公里，可以，而且这大折返还能 PB。是不是挺极限的？太热太闷了。对，有小伙伴说北京湿度也60-70，不是一感觉，真不是一感觉。二位南方来的应该有体会。跟华东地区差不多的那个湿度。对，就跟上海差不多。对，跟北方比还是湿的。北方已经凉快了。对。哎，小伙伴们，8月13号星期三，又是一起变强的一个周三早晨，跟2位国内来的观众朋友一起又冷身了5公里。热身4公里，阈值6公里，冷身5公里，15公里。今天早晨还可以，哦，真的还可以。今天这6公里少有的这么累。我6公里的最好成绩是有一次跑了20分08，好像是，对，初夏的时候，那还不是太热的时候，我记得，但是已经开始就是能出这么多汗了，但是没有这么闷。对，那今天是21分20多，看其实是那天跑完还没有今天这么累。这种累其实不是那种精疲力尽的累，是到了4公里之后，哎呦喘不上气来了，觉得那气进到肺里就消失了啊，消失了。然后看着小伙伴们一个一个的停下来，我这心里头就跃跃欲试的要停下来。但是还是我刚才说的，不是停下来不对，也不是不停下来就一定好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和每个人行事的方式。对，如果内心足够强大，严格按照科学去训练，没有问题。我呢，其实你们看我挺能顶的，但是我不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人，我会怀疑自己，或者会很多时候不那么的自信。所以呢，能顶的时候我就顶一顶。但是这种训练的时候，怎么判断自己的状态？就是你落地还稳不稳？就是你有没有就不行了，我就踉跄。如果踉跄了，我的建议是慢下来。因为这种时候就很容易受伤，真的很容易受伤。尤其是现在像跑到我这个速度和这个能力，基本上每一个地方每一步都是很有力的，只不过这个力没到我的上限而已。你看有好多小伙伴说啊，你前脚掌的跑动方式，它不是一个跑动方式，是因为你的小腿脚踝有了这个强度，再加上你要适应这个速度，所以你自然而然的是这样。就跟你看小朋友特小的小朋友刚开始跑踉跄你老是觉得他要扑倒，那都是前掌跑法，对不对？它是一样的，就是什么时候都适应当前的动作的形态，人身体都是在趋利避害。所以你跑的为什么刚才说踉跄呢？就是你不行了，你已经维持不了这个状态，但是你要维持这个速度，你的身体就会启动另外一种模式，就觉得要踉跄了，要摔了。到这时候建议停下来，因为你维持这个速度，其实你身体还是做了这么大的功，有这么大的功率，你的力还是有那么大的受力和发力，但是你的形态已经因为你某些地方吃不住而偏了，一偏了以后，你可能很多地方的代偿就不一样，就真的有可能受伤。其实你真的摔倒摔一跤擦伤什么的问题不大，最多就留个疤，但是如果真的是扭一下，在这个强度下后果还是挺严重的。所以我在这种训练的时候，我就这么判断自己，是我要加还是要减还是要匀，主要是看我当前落地还稳不稳。这个稳不稳的这个可能更多只能意会，对，真心话。行吧，很顺利的一堂训练课，连着训练了5天，这5天大家往前翻翻我的训练，强度有余，跑量一般，对，这是我这5天的总结。明天休息了，还行吧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夏训不管是努力训练了，还是顺利的顶下来了，大家都期待自己在秋天的好成绩，好不好？咱们下回再见。